即便没有张遮也并非我，是吗？江雪宁这一世，燕林纵容他，沈芷依偏宠他，但是唯独张遮还是又一次推开了江雪宁。张遮自幼家贫，靠母亲替人江喜赚取读书之资。刑部外放的官员顾春芳曾是天子沈郎的老师，他看中张遮之才，破格将他举荐给了朝廷。沈郎死后，国无太子，继位的沈介优柔寡断，无力对抗外戚薛家。江雪宁为保住后位，错用曾在江家田庄喂马的孤儿周银之。周银之一向心思活络，惯会攀关系往上爬。他曾奉定国公薛远之命接近燕林，弹劾燕林父亲燕穆与平南王勾结，永义侯府被抄检。江雪宁做了皇后之后，本想让沈介下旨让燕林从流放之地回京，可燕林已经音讯全无，下落不明。有燕林在，江雪宁就什么都不怕，反之亦然。就在贵妃薛淑一步步算计着想要登上后位，入主宁安宫的时候，却不知谢薇才是薛氏一族真正的危险。谢薇向来宽严并济，熟读圣贤书，精通百家言，可是他冷静理智的筹谋深处藏着近乎极端的疯狂。4年前，谢薇和江雪宁上京路遇劫匪，身陷险境难以脱困，江雪宁砸了琴割了手，拼尽所有力气救下了病弱的谢薇。此时的江雪宁还不知道，谢薇就是20年前本该葬身于平南王叛乱中的定国公府世子薛定妃。薛远的势力根深蒂固，拿到了周银之的罪证。江雪宁求张遮手下留情，却不想这是他与张遮见的最后一面。张遮素有清明，却因爱着江雪宁而半生清誉被毁。早前一亲不成的姚尚书更是落井下石，害张遮入狱。边关战事，平南王叛乱，谢薇、燕林起兵，沈介死，江雪宁被朝臣指责后宫干政，最终自食恶果，下场凄惨。江雪宁自尽前留话让吕良带自己折梅送张遮，求谢薇放过张遮。谢薇盯着梅花看了片刻，扔在地上，慢慢踩得稀碎。燕林恨张遮入骨，在江雪宁灵前醉醺醺哭了几日，摔了酒，提剑要杀张遮。第二是江雪宁同燕林说了清楚，断了瓜葛。他虽在谢薇和燕林面前都承认过自己喜欢张遮，但同时也非常后悔上一世的自己去招惹了清正的张遮，毁了他。平南王作乱，张遮宁可折了腿也要护着江雪宁。郊外破庙，张遮让江雪宁藏在荒草丛中，自己甘冒其险去将贼人引开。江雪宁终是没有忍住，给了张遮一张纸条，上书我亦将心向明月。重生的江雪宁没有寻常女子的羞怯，只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孤勇，但张遮骗他说自己已心有所属。张遮虽没有和江雪宁在一起，但他爱她的心是真的。沈介大婚，江雪宁的父亲江伯游相中张遮，江雪宁拿着捡到张遮的锦囊，里面是他的纸条，质问他为什么说不爱自己。张遮望着江雪宁，仿佛从前世望到今生，江雪宁才知张遮也重活了一世。江雪宁抱膝痛哭，只感到命运弄人。他说，张大人，你这样好，要我往后怎么把你忘了呢？张遮回答，遇见更好的。张遮口中最好的人是谢薇。谢薇和上一世的江雪宁很像，看起来冷性，实则都是重情义之人。他们太害怕拥有的再失去，所以倔强偏执。这一世，谢薇也爱江雪宁，她有离魂症，一到雪天就会变得嗜血失控。其实谢薇很早就隐晦地向江雪宁表白了，对我来说，你不是威胁，真正的威胁是我不敢信你却想要信你。谢薇是江雪宁最好的归宿，因此张遮出卖沈郎，帮了谢薇。江雪宁和张遮把话说开，两人之间剩下的除了不可挽回的遗憾，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刺痛。他踮起脚尖，骗张遮说要告诉他一个秘密。张遮看江雪宁半晌，还是依言低下了头。江雪宁轻轻吻了张遮的眉心，随后去了沈芷依那里。沈芷依被沈郎送去大悦和亲，受尽了屈辱。燕林将其迎回，打着清君侧的名号起兵，追着平南王打。燕林领兵作战，谢薇运筹帷幄，屡险协调粮草，往往是平南王还未来得及喘口气，燕林的大军就已经到了。两股造反势力即将兵临城下，
沈郎在朝臣中左挑右选，先后派周银之和张遮去见了沈芷衣。周银之狡诈，沈郎许以重利；张遮坦荡，沈郎晓以大义。沈郎自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，却不知张遮一到军中，就向谢微道明了自己的来意。平南王不敌，只能继续往北逃。谢微算准时机，既不至于使平南王损耗太多战力，又逼他和沈郎鹬蚌相争。自20年前平南王叛乱，沈郎秘密豢养黑甲兵，规定非皇族持兵符调遣，黑甲兵不得擅离职守。燕林和平南王造反，沈郎信不过沈介和其他亲族，于是让周银之和张遮将兵符交给沈芷衣，却不想因为张遮的出卖，黑甲军被拱手让人。见大势已去，周银之向谢微暗送3封降书，得不到回应，他大开城门，意图降低谢微的防备心，劫持江雪宁换一条生路。江雪宁看着周银之嘲讽道：不愧是周大人，能屈能伸，能为皇帝卖命，也能为命卖了皇帝。早在进城前，江雪宁就曾吩咐手下说，周银之若知难逃一死，必会铤而走险。周银之被杀，沈郎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。燕林等人入宫，平南王的手伸向龙椅，面上狂喜之色尚未消减，就被燕林杀死。薛太后和20年前一样，藏身密室，本以为能躲过一劫，却在谢微只能活一人的条件下，被沈郎杀死。沈芷衣带着黑甲军赶到，看到的是母亲惨死，沈郎正对着谢微大吐拉拢之言。沈郎理所当然地觉得沈芷衣与自己同属皇族血脉，手握援兵，当可与燕林等人一战，却不想沈芷衣眼里透着恨，看向沈郎道：我为自己而来。沈郎希望破灭，竟拿刀冲向沈芷衣，被人绊倒，死于谢微之手。沈郎为人阴鸷，大钱在他治下，一片颓唐之相。他醉心权术，将妹妹沈芷衣送入大月虎口，重用周银之此等反复小人，还妄想张遮能将兵符送给沈芷衣。张遮出卖沈郎，一是因为不认可其为明君，而是因为江雪宁而爱屋及乌。沈郎死后，江雪宁嫁了谢微，张遮做了刑部尚书，各自安好。